圣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属灵的世界，那里有很多特有的概念法则，所以从今天开始就这方面做一个系列性的分享。今天首先探讨的是信心这个话题。希伯来书对信有这样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在信仰中占有极核心的位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有人以为信仰就是信有神，因为一些民间宗教信仰只是这样，但圣经所讲的则是人的生命要因信仰而改变。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更丰盛就意味着人需要在信仰上进深，那就是希伯来书后面的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可以因为信心而得到赏赐。信心需要人对上帝的主权的承认与认同。圣经中有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就是因为将上帝的主权看为至高，才甘心地献出自己的独生子。相信亚伯拉罕被誉为信心之父，也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那样的程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所有的信徒都是属于信心小这个范畴。圣经也多次出现小信这样的用法，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小信是否就是我们理解的信心小。路加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的儿子被鬼附了，耶稣的门徒去赶鬼，却是不能。经文是说，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在马太福音中同样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有一个内容却是独有的。当时门徒问耶稣，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耶稣回答说，因为你们小信。在中文版的圣经中使用了小信，甚至现代版的经文就直接翻译为信心小。在英文版本中是使用了 little faith。 我查了一下 little faith 的解释是这样的： To believe someone or something does not deserve to be trusted。 这个解释是一个十足的否定的意思，就是说去相信一些不值得信赖的人或事，说明这样的人其内心深处是认为这样做是没有用的，这不是信心小。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信徒在面对人生中挑战的时候，宁愿寻求世界上的帮助，而不愿意依靠信仰，不是因为信心小，而是他们的心认为那是没有用的。如果一定要将经文中的 little faith 解释为信心小，那么所表达的意思是说，那个信心太小了，小到难说有多少的地步，就是说和没有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接下来耶稣使用了芥菜种子的比喻，那个意思也是说，如果有那么一点的信心，即使小到芥菜种子，它都可以产生移山的那样的功效。圣经讲述彼得曾经尝试过在水面上行走，但因为看见风与海而惧怕，自己就开始下沉。相信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下沉会使人更加的惧怕。经文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英文是 You of little faith, why did you doubt？ 再次出现了 little faith。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恐惧，但耶稣责备的是疑惑。彼得在船上的时候很有信心，甚至当他走到水里的时候仍然有信心，可能只是一阵风或者一股浪花就将他的信心摧毁了。这就是真实的人，我们有强壮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有相信的时候，也有怀疑的时候。就彼得的这个故事司布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悟：人有时候不认识自己，我们向往富有以及物质上的丰富，只有在试炼中，我们才看到自己是赤裸的、贫穷的、可悲的。那些自认为很有信心的，很快被带到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在那里人的自信被撼动了。
斯普真呢也讲过这样一个比喻，说袖子有多长，你的胳膊就能伸多长。他的意思是说，人的信心与人的经历是相对应的。人的经历呢，如同一个真实的量器，能衡量出我们的信心的真实重量。我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如果用日子呢代表我们每天的经历，用力量代表我们的信心，那人的信心呢，就是不能超过人自己的经历。超越的部分呢，就是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可能那只是自信。彼得就是这样。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大卫击杀巨人歌利亚的故事。大卫的信心呢，也并非是他自己认为的。他向扫罗讲述他曾经与狮子、熊搏斗过。经文是说，我曾打死过狮子和熊。他所讲的不仅是作战的经验，更是他面对敌人时候的信心的经历。这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因为他经历过这样的日子，因此才有打败巨人的力量。就这一点呢，我也想到当年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摩西在埃及行的实在，对出埃及或许有那么一点信心。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上帝为他们开了红海，甚至用海水淹没了埃及的追兵，经文说他们当时是载歌载舞。所以相信那种信心就有点像彼得站在船上看耶稣走在水面上的那种新奇，只是他们看到的，他们的心并没有经历过，所以属于没有试验过的信心。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经历旷野，经历无水之地，那就是试验。虽然他们的不信被试验出来，但那就是他们真实的光景。虽然彼得被试验之后所剩的信心十分可怜，就是耶稣所说的 little faith。 虽然这是失败的经历，但这却是信心成长的必经之路。因为知识呢是可以从别人那里学来，但信心呢就不是。信心属于人的认知，是需要亲身经历才能完全的。路加福音中有一段内容是门徒求耶稣加添信心。门徒的意思说，我们的信心小，求耶稣呢加添一些。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呢，确实在讲芥菜种子的比喻。那个意思是说呢，即使信心小也已经够用。他并没有回答如何加添，因为信心不是从外面加添的，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看到其他的门徒呢，选择待在船上，他们没有选择冒险，自然也就没有失败。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个信心。但我说呢，人没有经历，信心就不能成长。但经历呢，就意味着冒险。今天的社会上有一种风气，尤其是信仰里，不仅是嘲笑失败者，甚至认为一个人的失败表示着他信仰的失败，或者在上帝面前一定有隐藏的罪。而上帝的眼光呢，不是看人当下的小信，人的失败，而是看到这个人是否能因为经历小信而成长，经历失败而变得成熟。